这里是神话擂台，也是东西方神明的竞技场。我重生了，带着一本来历莫测的神谱，重生到了诸神降临的1个月前。这时候，前方由神明代替皇军的方式来解决人类之间的矛盾，由5大强国派出代表，召唤本土神明作战。但是，华夏神明体系严重断层，人们只知道有土地公、财神爷这种贴近生活的小神。 对于其他神话人物一无所知。为此，上一世华夏战败，西方诸神降临，统治人类世界，让华夏子民屠戮殆尽。等1个月后，东方神明降临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而现在，正是华夏国最后一次擂台战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让华夏战败。华夏国目前已经接连弃权4场，如果再无神明参战。 将直接被剥夺参战资格，直接宣判西方阵营获得胜利。门神对战哈迪斯，实力差距太悬殊了。我看啊，东方神系这次注定要落败了。东方的神明就是为首为尾，到现在都不敢拿出真本事，太让人失望了。龙国真是无神可战了吗？也对，在冥王大人面前，就算是华夏强大的龙神都得趴着，何况区区门神？泱泱华夏，1万子民。 跪求神明显灵。按照前世的经历，华夏最终觉醒的神明只是门神。门神刚下来就被哈迪斯给顶了，当场死无全尸。乱着！还是，请门神大人留步，我想重新请示。这是做什么？不会是怕了，不敢比吧？不出意外，华夏国啊，就是这么胆小如鼠。门神都快降临了，你小子在搞什么？我严重怀疑他是敌国奸细，应当就地正法。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，但你要想清楚了，想要成为召唤师，就必须拥有神性，并且神明亲和度在20%以上。当然，这些我都可以转移给你。神性及沟通神明的能力，几乎一中无一。事发突然，多谢前辈信任。接下来由我出战，我敢保证。 东方的神明绝不比西方弱。你确定不用神性关系？不需要。天哪！10道神环，100神明亲和度，不，这不可能！神性100%，这不就是神明本身了吗？大家不要慌。 神性只能代表亲和度，没有神格神奇，他依旧是凡人之躯。召唤师再优秀，也得有神可召啊！华夏国新任召唤师你好，请呈上您的神谱。每位召唤师除了拥有神性，还得自带神谱上台。每个回合会刷新5个名额，由召唤师进行选择。对于各国来说，神谱并不是什么秘密。龙谦手上的神谱一共记载了80多个神明，全都是土地公这样的地仙。 自从我重生之后，身上就多了这一本神谱。华夏本就有无数神明，只可惜神系缺失，华夏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，所以无法对这些神明进行召唤。我的妈呀！谁家神谱是用书来记的？假的，绝对是假的。如果华夏真有这么多神明，就算每场都输，一个一个上都能耗死我们。 我觉得人海战术对华夏国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神界的小兵也能算是神明吗？神明以神力分级，各国有不同的分法。譬如华夏，成仙者可被封为神明，共计5等，1等为圣人，又曰混元大罗金仙，诸如三清、女娲等。往后即是准圣、大罗金仙、太乙金仙、真仙、玄仙。而西方神分级就简单粗暴了，从低到高，依次为321级神器。 主神、神王，苏明，你的神谱是哪来的？总不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吧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解释了。总不能告诉他我重生了，莫名其妙就带在身上了吧？神谱准备就位，请双方召唤师选择召唤神明。神光出现了！天哪，苏明手里的神谱居然是真的！武圣关羽，我们华夏有这位尊神吗？ 还有秦王嬴政，千古一帝。华夏何曾有过这样一位皇帝？是我记忆混乱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执掌人间生老病死的城隍爷，虽然和土地公齐名，但战力却要高得多。不用想了，就选他吧。是啊，起码是个神。再看那所谓的皇帝和武圣，
这种因为生前功德圆满，死后化为神明的，由人转神的神明，注定比不了原始神。虽然是很漂亮，但一看就是花瓶啊。不得不说，华夏国虽然一个能打的神都没有，但好看的神却不少啊。比如那2位仙子就很不错。我已经做好选择了。造孽啊！好好的城隍爷不选，你选个凡人之躯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后世子孙苏明，携赤诚之心，叩请华夏始祖皇帝显圣，为华夏子民出战。呼唤阵。这个自称从秦始皇称帝后才开创，并沿用至今。尤其是那扑面而来的帝皇威严，压得整个天地都喘不过气。除了那位始皇帝，还能有谁？为何不说话？不肖子孙苏明，拜见老祖宗。朕的大秦只传了2世就断绝了，何来的不肖子孙？你莫不是想蒙骗朕？您说错了，大秦虽只传了2世，但您的丰功伟绩却影响了千秋万代。影响？是焚书坑儒吗？还是以百姓血泪修筑长城？难得还有世人还记得朕这么一位千古暴君啊！长城我倒是知道，那焚书坑儒是什么鬼？您不是暴君，而是千古华夏第1位皇帝，是您首次统一了华夏，让华夏国屹立于东方之巅，挥剑扫6阁，筑9鼎，挥一统，筑长城，镇山河，立帝制，垂万世。以雷霆之势开创了中华大一统的煌煌基业，怎么不算是千古第1帝王？历史上真有这些事吗？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有？一定是瞎编的，这小子编的还不错。是啊，多少年了，朕所做的一切，何尝不是为了无知华夏能永世流传？怎么入召唤阵，难道只为闲聊？华夏无人可召，西方众神企图覆灭华夏，还请老祖出手相助。朕虽不位列仙班，但也不容得尔等操刺。承天地之治即为皇，安天下之民即为帝，不愧是华夏的始皇帝。华夏国是自信过头了吗？阵仗这么大，再怎么说也就是个人类，想以凡人之躯撼动神王，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始皇帝不会还不知道，一旦战死擂台，现实中也会跟着死亡吧？也不知道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吓尿啊？多说无益，看我怎么秒了你们的始皇帝冥王大人！您的子民恭候已久，请您现身吧。可惜杀鸡用牛刀，有损我冥王威严啊！华夏国人就是这样，总爱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想要以人类之体比肩神明，小说看多了吧？请召唤师退出神台，本裁判再重申一遍：神话擂台一旦开启，没有任何方式终止，直至一方神明陨落。如果您介意这个规则的话，不死不休的战斗有趣。朕若败，将无颜留存于世，战死甚好。人类，没想到你已经傲慢到胆敢挑战神明的地步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战败的结局，为什么还要来送死？犯我华夏者，神亦当诛。我想换个对手，挑战华夏最强大的神明，而不是一个人类。很抱歉，冥王哈迪斯大人，神话擂台由天地秩序守护，您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挑选对手。也罢，虽然很无趣，但我还是想看看人类的战斗方式到底有多。疆土之内，吾尔等名不全，立锥之地。什么？他正面接住了冥王的血毛，一定是冥王大人故意没用力，先让他以为自己有一战之力，然后再慢慢摧残他的意志。人怎么可能会胜过神？人皇在世时受天道庇佑，就连创世神都不敢直接对人皇出手。人皇的地位可丝毫不比神明差。对朕不敬的人，下场只有一个，你也一样。我从你身上感知不到神力，却感知到了一股气在流动，丝毫不比神力弱。能告诉我是什么吗？我华夏先民顺可应天道，逆可背天而行。谁说人定要屈于神之下？是很不错，只可惜本神王拥有不死之躯，你的表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才是冥王本体，冥王大人要下杀手了。
始皇帝终究是败了吗？大卸八块都不死，果然是个怪物。看来得换种方法了。大卸八块，他在说什么？别不是被吓傻了吧？冥王大人哪有？快看，冥王身上好像真有裂痕。哼，确实是有几分本事。人皇，你很强，值得我的认可。朕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朕之所指，即为王土。金光大道，金色传说，这是只有帝皇才能开辟的黄金路。很好，这才配让我拿出全力，死亡之欲。秦始皇的肉身在崩溃，胸口的伤是不可逆的。始皇凭的是不屈意志。始皇的生命力正在急速流逝，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如果不是我，这个千古一帝也不至于落得如此。别担心，朕这一生还从未有过不可战胜之敌。来战！血，老祖宗他！不要再打了，这一次我们认输！不要再打了！冥王大人还在，是华夏国输了。老祖宗大义，连召唤师都开始恭送老祖宗了。看来我们还是输了。至少这一战，我们输的并不憋屈，全体起立，恭送我们的老祖宗。赢了！以人类之躯战胜神明，是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！强大的冥王大人怎么可能会败？冥王大人的气息没有消失，反而愈发强大了。这不是结局，传送之门没打开，就还没分出胜负。你叫嬴政，本神王第一次记住人类的名字，而你也是让我第一次接近死亡的人，当然也将是最后一次能让我使出神元。你输的不亏。神元是神轩的本源能量，一旦被神元洞穿，纵使是神王也要一击毙命。面对神元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躲。可是始皇现在的情况，怎么可能有力气躲避？战意！天哪！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战意，都这个样子了，他居然还要为民而战。华夏何德何能拥有如此帝王？朕尚可一战。华夏子民看好了，你们的王即将惨死，你们这群懦弱的凡人又能为他做什么呢？我忍不了了，去他妈的神明之约！即日起，我华夏国退出神话擂台，直接向全世界宣战！龙战，你疯了吗？以我们目前的国力，怎么是联军的对手？就算最后打赢了，也阻止不了神明复苏的进程。难道你还想用大炮去打西方诸神不成？那要怎么办？我们身为华夏子民，就眼睁睁看着擂台之上的老祖宗随时可能饮恨西北。老祖宗还有救！诸神的力量并不是无穷无尽，信仰之力才是他们力量的补充。冥王哈迪斯拥有不死之身外，主要是接住了冥界亡灵的力量，于是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。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快说！只要能救老祖宗，还等什么？老祖宗乃华夏第一位皇帝，统御亿万子民，如今为护国而战，自然也能用汲取华夏子民的血脉进行续命。用寿命去救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蠢的人？简直和同我们争夺文化一样不自量力。华夏国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在众人预料之外，到此为止也并不让人遗憾。放空心神，只需默想老祖宗的身影，就可以献出自己的寿命。如果没人愿意，就由我来做第一个。华夏国这群人是疯了吧？竟然真的愿意付出自己的寿命！据说召唤师的寿元最为精准，能以一敌万，是最该献祭之人。哼，显然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，才20多岁就怕死了。朕乃君王，当立于万民之前，又怎能吸食你们的血气？你们的心意，朕心领了。不孝子孙，快住手！他这是在献祭自己的神性，并且是100%献祭。献祭完成后，就算最后不死，也会成为一个活死人。这才是我们的决心！华夏
必胜！只有神性100%的召唤师才可能插手擂台。这一战，希拉怕是要输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神性100%的召唤师绝不能任由其发展。100%的神性，始皇也许会因此凝聚神格，但我就算不死，也别想再开口说话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宿命重活一世，相对于前世的碌碌无为，这一世总要留下些什么。收好你的神格，替朕好好守护华夏。就算是要献祭，那也轮不到你们。无奈秦王嬴政，华夏历代帝王何在？皇权霸业，尽归尘土，龙魂不灭，神魔叩首，这才是千古一帝。我为什么会在一个人类身上感受到恐惧？哪怕是当年面对父亲克洛诺斯时都没这般屈辱，一定是错觉。人类怎么可能战神？愚蠢的人类，你所守护的不过是一群弱小肮脏的蝼蚁，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在我看来，你比他们愚蠢。就能跟神王打到这种地步，华夏的神明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？倘若老祖宗坐拥神位，恐怕会超越神王。不一定，神位反而会成为帝王的树。恭喜华夏国迎来了开了以来的首场胜利！这不是能，我们赢了！老祖宗击杀了强大的神王，赢下了这场旷世之战。冥王大人拥有不死之身，他是不会死的。神话擂台第18场，恭喜秦始皇为华夏国赢得首场胜利，获得1枚钥匙碎片。这是打开天门的钥匙，只有凑齐20块碎片才能融合完整钥匙，进而打开东方神明的大门。这种钥匙一共有2把，西方各国共用1把。截止目前，西方已凑齐了17块钥匙碎片，所以华夏这边的形势已经非常险峻。但不管怎样，总算是实现了0的突破。朕多想再守护华夏，守护朕的子民。神话擂台结束，最多还能在此停留3分钟。您的大义，后世子孙永不相忘。您还有什么吩咐，尽管交代，苏明定会用命去完成。苏明听旨。臣在。华夏已无君王制，无人承继华夏龙器。朕以始皇之名，即传位于你。赐你眼看华夏就要覆灭，竟然突然出来了神性100%的召唤者，还带来那堆神谱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让华夏长狂下去！快，派人去擂台下围堵华夏这个召唤师，绝对不能让他威胁到我们。是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红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英国打算派人直接在擂台下动手，让我们的召唤师尸骨无存。什么？这怎么能行？召唤师可是我们华夏未来的希望，快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召唤师！神话居然能够影响现实，这是在造神，这种行为绝不能被允许。只是个形式罢了，朕的衣钵总要有人传承。孩子，朕要走了，接下来就靠你们了。没错，现在只是开始，只有一路战下去，直到一方最先胜出20场，融合完整天门钥匙，打通神话与现实世界，让本土神明降临，才算结束。下一场擂台赛马上就要来了。华夏就赢了1场，看清楚比分，现在是17比1，完虐好吧？最强的秦始皇已经用完了，而我们这边比冥王哈迪斯强的至少有10几个，他们拿什么来打？喂，你东瀛也属于东方，为什么要一直帮着西方说话？东方？谁和你同属东方？我们早就是西方阵营了。别吵了，这场由我天竺出战，就算史诗神不出，随便一尊天王都能吊打华夏神。天竺神谱备选有神女帕尔瓦蒂、湿婆坐骑神牛南迪、财神巨毗罗、生主达刹。这把运气不错，我天竺竟觉醒了至高反之子达刹，那可是仅次于史诗神的2代诸神众生之主啊！最后一位神奇
创世神梵天。还有打吗？梵天是创造之神，哪怕是放眼整个神话世界，那也是无敌的存在。能对标三相神的，恐怕也只有三清这个级别，在无界也得四域等圣人，这恐怕……冥王哈迪斯虽是天花板战力，但上面还有宙斯，所以算不上独一档。而梵天可是实实在在的神明之最，难道是天要亡我华夏？对了，苏明手上的才是完整的神谱，万一有……他一直沉默不语，怕是真的无神可战梵天。难道真的就此止步了吗？虽然早就清楚我们华夏神系缺失，但看完刚才那一场，还是希望能有至高神出手，像秦始皇一样为我们赢下这场胜利呀！请华夏国召唤师展现神谱。这是原本神谱上就有的小神，几乎没什么战力。依我看啊，就选三坛海会大神，这名字一听就觉得霸气，而且够长，绝对是神明中最强的。去，放屁！虽然我不知道菩萨是什么神位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越是看不懂的称号就越牛批，选他。就怕是下疯的号，根本就没听过有菩萨叫观音的。观音菩萨太过善良，怕是不适合在擂台上出战，那么就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美猴王一只猴子，笑死老子了！一只猴子也来凑热闹，还美猴王呢？怎么说？一只长得很漂亮的猴子，明知道打不过梵天大神，就用一只猴子来侮辱我们尊贵的神，这招果然毒辣。快选啊！小天竺都在看咱们的笑话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不选猴，菩萨、大神、天王3选1，选谁我没意见。齐天大圣，晚辈苏明拜请大圣爷下界，镇杀西方毛神。啥？他选了猴子？果然，华夏国都是一群懦夫，现在就连被呼唤的神都不愿意出现。哪来的苍蝇，吵得俺老孙头都炸了！凡间小儿惊扰俺老孙却不说话，是不是想讨打？晚辈苏明惦记大圣爷，特来问安。莫要再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，你觉得俺老孙会信吗？开头那句镇杀西方毛神，俺老孙可是听见了。既如此，您应该愿意出面。西方毛神虽不是个东西，但他们又没冒犯俺老孙，凭啥要镇杀他们？一直说什么呢？不就是那猴子听到是梵天大神后吓坏了，不敢应战。华夏国召唤师在苦苦相劝，真是浪费时间。早就说华夏国人胆小如鼠，现在这结果嘛，也并不让人意外。可惜呀，在场的观众已经认定您是宵小鼠辈。不过，如果这是您的意愿，我也愿意尊重。你就这么走了，不打算争取一下？也许俺老孙心情好，一棒子就过去了呢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我翻遍了华夏神系所有以猴为本体的神明，终于找到了一个，是一头白猿成精，生在眉山脚下，取名猿红，后封神4废星。很可能孙悟空是他的另一个名字。铁定是他！猴子成神何其之难，能有一个就不错了。所以他是神猴。好歹是个神，但是神和神之间的差别可以比拟荧光皓月。梵天可是创世神级别的存在，其余诸国都有创世神，唯独华夏神系不明，迄今为止都不知道有没有创世级的神。华夏千百万年的传承，千万不能断在我们手里啊！华夏连创世神都没有，说不准华夏子民其实是我们的创世神联手创造出来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分出去罢了。完全颠倒是非，是你们笑我们华夏才对。那你拿出证据啊！你们华夏有创世神吗？你们华夏废话就是多，一只猴子竞这么大的排场，白白浪费我们10分钟，晦气！俺老孙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只要你回答，俺老孙就答应出战。你问那位西方神与如来那厮相比如何？
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您若出战，十死无生，剩下的一缕气机，我看不透。好一个十死无生！可惜俺老孙从来都不信命。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战！天边傲来齐先生，不识西天斗战佛。西方毛神，你孙爷爷来了，还不快快下来受死！佛祖梵天，感谢你接受子民的召唤，您伟岸的身影就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。西方毛神，给俺老孙滚下来！游刃有余，便是压制，这情况不对。你很顽强，拥有磅礴无比的生命力，至少达到了主神级别。但是你依然会失败，你的生命也将因为你的无知与傲慢而遭到终结。啊，太可怕了！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时间和空间两大法则，拥有这种造化万物的能力，这就是创世神。俺老孙就不信了，你当真无法无天？呵，力之极尽，万法皆灭，就看你是否扛得住我这乾坤大道。愚昧之极！浑身充满戾气的猴子，无法被仁慈所感化，我也只好以暴制暴。啊，是罗刹神！天哪，有生之年竟能亲眼看到罗刹！不服教化的下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哼！凭你这破铜烂铁，也想只手拦我？呵，大道3000，唯有一棒。什么？吃了本神一息，竟能毫发无损？嘿嘿，老孙，我向来自诩铜皮铁骨，难不成还能是假的？吃俺老孙一棒！不对，梵天的本源意识这才觉醒，神格出现。看来释迦牟尼的选择没错。东方确实很精彩。哼，来陪俺老孙再战！哼，你本身只有2阶神格，神格太弱，却妄图战胜创世神，终会陷入万劫不复。不过，我从你身体里看到了一丝活性，这一点倒是让本神主感到意外。如果你能觉醒那一丝活性，或许能挣脱本神主的束缚，再战几个回合。500年，整整压了俺老孙500年啊！俺老孙不服！哼，你不是如来，也想困住俺老孙？你的意志力超乎想象，可那又如何？天之下，万物皆如走狗。在梵天神典里，这一招叫净世轮回大劫，是灭世级别的杀招。以普通神格坚持到现在，确实是个可敬的练习。我倒要看看这么强大的意志，内心深处到底恐惧什么东西。啊！原来苏明的神谱都是真的，我们华夏并非无神，只是神迹不显。别慌，你没看到那儿，整个天庭被一只猴子搅得天翻地覆，所以那些神仙都只是个摆设，低级神罢了。快去请如来佛祖！如来佛祖，佛陀的祖先，我靠，这太顶了！一时无法想象是什么级别的大佬。释迦牟尼，真的是你？斗战胜佛？不对，成佛后会有佛力，他好像一点也没释放过。切，佛法无边，就算打不赢梵天，至少不至于输那么惨。难不成所谓的斗战胜佛，其实是个假佛？对手可是梵天，要想赢下这一局，除非是那位如来佛祖出手吧。哈哈哈！佛祖真的降临了，一定是来救斗战佛的。毕竟是他亲自册封的佛子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斗战佛惨死在梵天手上？不是如来。
呵呵，真没想到，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人，竟是释迦牟尼。你本来可以把他当作靠山，或许我还会给他3分薄面。唉，可惜呀。这五指山和如来的五指山不同，后者只是镇压束缚，而前者却是毁灭，绝对不能任由五指山落到大圣身上。哼，你不该在本大圣面前提那如来，更不该变成他的模样。啊，太恐怖了！意志真的能够创造奇迹？难道大圣是觉醒了体内的佛光，化身成斗战胜佛了？应该不是，气息跟之前一样，只是更强了，完全没漏佛气。佛祖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。为何这只猴子好像很痛恨佛祖？如来，俺老孙忍了你1000年，1000多年呢，今日不用上灵山，就拿你这封讨点利息。你这猴头，劝你皈依我佛，你却冥顽不灵，我就便收回你的金身佛法，将你变为石猴，肉受风吹日晒。不相信，当真不可战胜吗？除了我，没有谁能真正不死。我很好奇，要是把你的心给挖出来，你还能活多久？创世神创造生命，赋予了太多不死之躯，却留了一个共同的命门，那就是心脏。难道梵天是想……不要！石猴子，石头心，难怪你的命会这么硬。师傅，是你吗？你来接徒儿了。徒儿连个假如来都打不过，又怎说替你报仇？大圣这是什么意思？佛祖是假的？不，一定是误会。佛祖怎么会害他们师徒？肯定是刻意抹黑。神佛之事，凡人本就无法评说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释迦牟尼，说来你要感激我，为你除掉一名心腹大患。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了？西方只要再赢一场，要是就集齐了。是啊，西方只要再赢一场，结局将重蹈覆辙，皇上子民百不存一。难道我还是无法改变这样的历史？我不相信奇迹会迟到，但永不会落空。这是什么气息？分明是圣洁的佛光，我却感觉如此不适。为师在。是师傅，我不是做梦，真的是你吗？不对，这只是你的法相，不是实体。如来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是师父错了，不该带你去取那什么真经，更不该踏上那座灵山。所谓取经封禅，其实主要目的都是为你。三界六道皆有佛法普药，悟空除外，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。难道佛祖算出你便是那变数，将来势必反他？但秉承着慈悲为怀，佛祖给了你一个机会，将你算计到佛门之中。怎料悟空哪怕是封了佛，不受佛法管束，他便是依然在，所以佛祖还是对他起了杀心。后来为师自毁一世功德，散去金身，换取佛祖网开一面，从此化作金蝉，困守你的心性，保证你不会逆反死门，这才化去一劫。师父，如来老贼，若俺老孙不死，势必让你尝尝轮回炼狱之苦，势必。我听迷糊了，难道佛祖真的是反派？哪有什么反派不反派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罢了，连佛也不例外。地位越高，就越不容许威胁自己的存在。好一对师徒情深，只可惜天底下的生灵，无论是人是佛，终不过眼云烟，只有大天得以永恒。这一战也该结束了。休要伤我徒啊！
有你这句话，悟空死而无憾。是，在最后做一件事，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。若天界不容，便去找你的师父菩提老祖吧。但无论在哪，为师一直都在。师父，总说我滥杀无辜，但念在师父肉眼凡胎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其实俺老孙不服，一个凡人和尚怎配当我齐天大圣的师父？直到这个小和尚亲手为我织了一块披挂，让我感受到温暖。讲出世间万物既定的形态，是为超脱。石猴落泪，大圣终究是超脱了。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恭迎齐天大圣回归。我有种强烈预感，这一局可能要赢。这可真是史诗级大战，创世神陨落，一定会轰动整个神界吧？梵天大神，恳请您祭出全部实力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低贱的生物，怎么可能一反弑杀造物主？大圣赢了，我们有希望了！不好，我家门口的梵天塌了，神像四散成了碎片，梵天大神死了，我们的信仰没了，这是天罚。已经落败了这么久的华夏国，难道就凭这么一个人，就要全面苏醒了？这只是开始，命运的齿轮终将掌握在华夏的手里。经此一役，此时已经惊动天界，这人间怕是不太平了。然是金箍棒看中的人，俺老孙要回去了。日后天门若开，拿着它便能找到俺老孙。这是操纵金箍棒的心法。你要是用顺手了，杀几个毛神不成问题。俺老孙这就走了。恭喜华夏国赢得本场胜利，获得钥匙碎片一枚。现在进入休整时间，下一次擂台赛开赛日期为2天后，请各国做好准备。苏明，英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换回了老祖宗，换回了大圣。华夏有神，华夏必胜。胜利，2块碎片还差得远。西方的反扑绝不会等到下一场擂台。保持最高警戒，鹰将的清除者已经潜入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苏明。他们不会允许我们拥有神性100%的召唤师。离席，全体下车，保护目标，呼叫空中支援。目标确认，清除程序启动。苏明，跟着我，我们向南侧突围，直升机3分钟后到。啊，这是黄道龙气固体。什么？这是大圣留下的基础心法。至刚至猛，力破万法。这是始皇陛下的龙气。原来如此，老祖宗赐予的不只是名分，大圣留下的也不仅是武器这些力量，在现实世界也能用。不可能！神话擂台的力量怎么能带到现实，还能被凡人驱使？情报有误！撤！必须把这件事报。想走？问过我没有？龙气护体，心法催动，这些能力不仅能用于召唤，甚至本身就能通过修炼不断变强。是不是当力量足够强大，无需召唤，我也能战胜神明？哼！无耻之尤！擂台之外公然刺杀我方召唤师，这是彻底撕破脸了！我们必须做出最强硬回击。龙帅，冷静，愤怒解决不了问题。看看这个，英国及其盟友所能召唤的，具有神王或主神级别潜力的神明，至少有2位数，而我们目前能确定有此潜力的，寥寥无几。那顾问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没有全面翻脸的资本，
苏明是唯一的希望，但也是最大的靶子。难道就忍了这口气？他们下次可能更过分。忍，当然不，但要讲究策略。擂台依然是主战场。哼，废物！失败了不说，还损失了一个队长。重点是，这个苏明他在现实世界使用了神话力量，这打破了我们之前的全部认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的成长潜力可能远超预估，必须在他彻底成长起来之前，在擂台上将他和他所代表的华夏神系彻底掐灭。下一场，我们强行干预擂台，亲自下场，务必将华夏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，连同那个苏明一起碾碎在擂台上。舆论上，哼，胜利者书写历史，只要赢了，过程不重要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，谁才是神明真正眷顾的国度。休整时间结束，今日第一局由英国对战华夏国，连着输了2场无所谓，我们会出手。狮神布拉基，婚姻之神西弗，神将伊瓦尔迪，邪神洛基，雷神索尔。雷神索尔战无不胜，虽不是神父级，但战力绝对不弱于梵天。华夏已无齐天大圣，还有谁能挑战索尔？接下来，请华夏进行换神。我靠，大帝，这名字一听就相当炸裂。这把运气不错，在神格上，风都大帝一点也不弱于雷神索尔。这不就是我们华夏的雷神吗？雷神对雷神，怎么样？切，用你们的雷神吧，否则你们华夏没有任何胜算。觉醒的4位中，目前最强是丰都大帝，只剩最后一位神明，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一个惊喜。须菩提出现的名字被替换，难道神界某些逆天大能是可以强行觉醒的？雷电之神，你的子民将以最虔诚的祷告迎接您的降临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是神王光环。年轻的索尔大人已经晋升神王了，英国必胜。东方神好大的架子，竟敢让本神王先到，不可饶恕！华夏后世子孙苏明以觐见高天上圣之礼，叩请菩提祖师下界。华夏是不是搞错了？派个老头下来，不会是想道德绑架我家雷神吧？我听说了，他们的老人经常干这种事，比方说故意倒在地上，一旦有人过来扶，就说是他撞的，没200起不来。不是天竺神，你走吧，伤我徒儿的不是你，贫道不想伤及无辜。祖师爷，任何人都无法篡改神话擂台的规则，任何神明只有1次挑战机会，中间无法更换对手，所以好了，贫道明白了。老头，上一场你家猴子赢了，那是因为没遇到我，否则他就是半天的下场。雷神之锤在蓄力，只要雷神之锤蓄满18层，任何神明都扛不住一锤。不可能！我的雷神之锤经过重新锻造，比之前强大100倍，怎么可能被你一只手就？好恐怖的实力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他不死，等神话入侵，又有谁能限制他？不，雷神大人，我相信这不是您的极限，您一定要挺住啊！为了我们英国的荣誉而战。我承认，你的作战方式很特别，但这样就想战胜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地熔炉？你道行太浅，空有一身蛮雷，难成造化。啊！怪物，这根本就是怪物！你已经赢了，还想干什么？这是你的命劫，也是贫道下界第一次做的恶，命该如此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不，父亲，救我！那是奥丁神父！天哪，万物之主奥丁神父降临了！这位朋友，你已经赢了。
我儿子对你构不成威胁，放他一马吧。千人之上，当10倍奉还，没有扭转的余地。欺人太甚！什么？造化玉蝶？混沌3大至宝之一的造化玉蝶，竟在菩提老祖手里。若你本尊下凡，或许能破我3分，但现在这场本就不公平的战斗就到此为止吧。恭喜华夏再添1分，获得1枚钥匙碎片。目前比分17比3，连胜3场啊！先前我们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一切终于迎来了转机，而这一切都多亏了苏明。小娃，你颇有仙姿，可愿随贫道回去修习仙道？什么？难道100%神性的人并不被神话世界所排斥？拜菩提老祖为师，跟齐天大圣称兄道弟，这简直是天大的诱惑啊！不行，您不能走，您走了的话，华夏要如何啊？求求了，快上天吧，别祸害我们了。小娃，你在犹豫什么？若真有西方神降临那天，留在贫道身边，能护你周全。前世我便是死在西方神手中，今生更不用再忘。既然有了这样一次机会，便绝对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华夏泱泱子民。老祖厚爱，苏明感激不尽。胆子登上这方神台，信念便已定。若真有不测那天，苏明愿与华夏同生共死。好一个同生共死！说起来，你这点倒是跟我那徒儿很像。多谢老祖夸奖。没什么可送你的，这朵青莲，须是对你有用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啊，这竟然是混沌青莲！贫道走了，苏明是吧？可不要让贫道失望，否则贫道就是强开天门，也要下界找你算账。今日第2场比赛，东瀛对战华夏，现在马上准备开始。又看到我女神了，不仅颜值高，手中的神谱也是强大无比。华夏这次输定了。哼，等了3场，终于等到你了，华夏国英俊的召唤师。苍井小姐，请注意你的仪态。裁判大人，我是不是有权请求让华夏国方先刷新神谱？是的，西方阵营每4场战斗会有1次候选权利，您要行使这次机会吗？没错，让他先选。好的，请华夏国召唤师放置神谱，并按下通灵手印。哈哈哈，东方神还真是品种多样啊，连看厕所的都封了神，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屎神、尿神、臭屁神啊？哈哈哈，只剩2次机会了，看来这次的运气不是很好。连祭神都出来了，这不是把华夏往死里逼吗？诗仙是什么鬼？难不成一边打一边念诗吗？甚至他还只是个凡人，尚未封神，这下子可完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华夏国神话还真是人才济济呀！怎么样，欧尼酱，你想好选谁作战了吗？不劳费心，选好了，就请诗仙李白下场。疯了！绝对是疯了！你这是盲目自信啊！为什么好好的神不选，非要选一个写诗的？犬神大天狗，9尾妖狐玉藻前，8岐大蛇，须佐之男。传说中实力最强的3大妖神之一的大天狗，其他也都是史诗级别的神，用他们来对付华夏无名小神，简直就是浪费资源。月神大人。是高神之一，运气好没办法，要不你求个饶，也许本姑娘高兴，能给你1次机会。苏明为什么还不进行召唤？难道是不想让诗仙下来送死？可是用一个剑仙换取1万人的命，怎么都不亏啊！也许对诗仙李白来说，这是无上的荣光。双方神谱召唤完毕，比赛准备开始。晚辈苏明，诚惶诚恐，拜见青莲居士，太白剑仙，世间唯一谪仙人。你是异界之人，有求于我。
是。世上有求于本居士的人多了，只是本居士为何要帮你？剑仙前辈，1万华夏子孙需要您去斩一位强大的西方神明，当然您不是非去不可，只是我们可能会死，对吗？天下苍生与本居士何干？正所谓花间一壶酒，独醉无相亲。快哉快哉，为何要参与纷扰之事？哎，对了，你有酒吗？有酒好办事，兴许我一高兴就答应你了呢。李白不仅是诗仙剑仙，更是酒中仙人啊！有，只要一句话，就算是全国最好的酒，我也会为您寻来。你有酒？有酒还犹豫什么？本居士遍寻天下美酒，只要你能拿出我没喝过的美酒来，莫说斩神，来多少本剑仙杀多少。什么情况谈这么久？不会是谈崩了吧？都说了骗他，骗他！无论如何也要诓他下来。估计是吓尿了，在做思想工作呢。您要对战的是东瀛的月神。真是妙啊！无常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，不成想却成了那斩月之人。一剑乘风来，除魔天地间，有酒乐逍遥，无酒我一颠，来战！前辈为何不把它写完？啊，有吗？下2句没想好，等回来了再写吧。若是回不来的话，你来替我补上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师仙你真伟大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此大义也。青莲居士李太白在此，西方神何不速速现身？阅读命神，光耀万世，净灭诸邪，天地供养。你是剑客，那你的剑呢？剑之所指，心之所往。我的剑在心里，你的剑伤不了我。可惜了，你非死不可。但本座可以让你选择死法。话不要说得太满，须知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先送你一剑，大河之剑，天上来。我说了，你的剑伤不了我，也碰不到我。也对，要是这么容易伤到你，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月亮之神了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我之间唯有一剑，再来。这一剑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青莲剑歌。的确很美妙。阅读，多好的一张脸啊！要是能永久保存，应该是件很美妙的事。前辈，酒来了。这是什么酒？是国酒茅台。好啊，好酒！李某尝遍天下美酒，却未尝品过如此醇香浓烈的酒。世人皆知我是剑仙，殊不知我写诗也写出了天人境。剑可伤人，诗亦可伤人。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。真没想到，一介凡人也能比我动用神器。只可惜，这场战斗本就是不公平的。扶桑月神，我想要的可不止如此。逆了苍天，踏破碧落黄泉。我明白了，诗仙的每句诗后都倾注了法天象地之力，所以每次演出法随都能幻化出诗中对应之物。他还是人吗？将至高神压着打，月神大人都没主动发起进攻，这简直不是放水，是放海啊！只要月神大人想赢，一个永夜怕是便结束战斗了。一人之躯比肩神明，长安城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总有放荡不羁之人，妄想斩月名垂千史。可惜，如果你没有更多有趣的东西，那这场战斗就到此为止吧。这股威压不好，我对明月寄托了独特的感情，没想到此刻却要生死相见。好在我寄予深情的明月是长安城的明月，而不是眼前这轮。3尺长剑，斩不尽，相思情缠。这是什么？我为何会感到心神不宁？在浩瀚如星海的太阴之力面前，人的力量就如沧海一粟。
唯独情之一字能创造奇迹。诗仙的智慧果然举世无双。世间文字8万个，唯有情字最杀人。月神，这是中了情伤。我本纯洁，你竟敢对我泼洒肮脏之物，不可饶恕！只有杀了你，才能抹除我心中的污秽。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看来我也要祭出最后一剑。此剑名为相思。泱泱华夏，能出此谪仙人，恒古绝今矣。运剑10年，只为今朝。李白的10年可抵万古。为什么打着打着，打出一个女帝来？我明白了，相思剑，忆相思，这是李白记忆中的人，所以李白心心念念的人是某位女帝。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4州。剑仙他成功了。天门未开，你们华夏未免太小看我们高天元至高神了。从来没有人类能伤到本座，你的强大超乎了我对人的认知。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将是人类史上的一大损失。天哪，那不是修复，而是时光回溯，让伤口回到受伤前的状态。时光倒流都出来了，这还怎么打？你也一样，作为神，强得让我无法理解。如果你的对手不是我，天门怕是早已为你而开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在夸你自己。作为对手，我很喜欢你，不想与你两败俱伤。可是只有死亡，天门才会再次打开，我们都没得选。哈哈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用剑也可以开天门。肮脏！天门乃万界秩序所化，就算是至高神加在一起，也不可能强行开启天门。之前就是有个小神打不过，想强开天门逃走，结果被一道秩序给劈死了。姐妹，这里的天门不容亵渎。人生短短数百年，就是要活得肆意妄为一些，才不枉人世间走这一遭。天门耳，一剑开之。他不是口嗨，是真的要剑开天门啊！不要命了，哪怕是至高神也不敢强开天门啊！我想过很多种结局，或许被月毒命杀死，或许是2人打到油尽灯枯，却从没想过他要剑开天门。事先自知不敌，欲有不祥，死在月毒命手中吧。我可以预判未来，但只能看到你仗剑祭天，真的打开了天门，随之就被一股神秘力量给闭塞。至于后面发生什么，就算是至高神也无法预判。秩序才是至高无上的力量，触犯秩序，在擂台上只有死路一条。死在我手里，可以让你感觉不到痛苦，甚至还可以为你制造一场人间美眷般的梦境。你却选择了这么惨烈的死法。天门现，尘埃落。这是小贝，这个世界的酒不错，可惜再难抿上一口了。苏明，答应你的事，本居士已经办到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会明白。明白。我怕是回不去了。你替我回趟长安，将那2行诗补上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替我进去见见他。我这一生就从未有败绩，哪怕要用生命来换取胜利，也一定要赢。就算如此，你还是输掉了关乎华夏子民生死存亡的战斗。哈哈，那可未必。不对，明明是他在赴死，为何我却嗅到了死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被秩序之力锁定的是我？哈哈哈哈！人剑合一。原来如此，至始至终，天道追杀的都是李白，但在这之前，李白除了在月毒命心中种下相思，还中了一把剑。青莲即我，我即青莲。剑仙最高的境界，便是青莲剑意，人剑合一，这是要和月神玉石俱焚。混蛋！快从我体内滚出去！凭这就想杀我？休想！我是恒古漫月之神，我是永恒的，秩序又奈我何？我会智勇无双，也许剑仙真的会成功，成为史上斩月第1人。月神本就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，秩序不可能会盲目攻击，
死的一定是李白。传说永夜的前兆就是全球冰封，没想到神话世界的神竟能关系着自然界，难道末世要来了吗？什么？一个人类竟能如此之强？月夜剑，放弃这场战斗，自毁月行，不要尝试跟秩序抗衡，我接你回来。李白，希望你能活下来，我要在神界亲自将你斩杀。樱花国的至高神，高高在上的月神，竟然选择自爆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场算他们输？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天地一逆旅，鸿悲万古尘。月兔空捣药，扶桑已成新。白骨既无言，青松岂知春？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剑仙没有死，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两扇天门同时打开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。难道要出现第一场平局了吗？不能平局，平局的话，东西方各获得一把钥匙，西方的钥匙就集齐了。平不平局可不由得你。李白是彻底战死，月神虽神死，但元神脱离了擂台，回到神国，一死一半死。按理来说该是西方获胜。你是西方神话降临后的结局。裁判大人，擂台之外的神明不可以出手干预擂台。刚才那一战，明显有人帮助了樱花国月神逃跑，他破坏了规则，请求予以惩罚。召唤是真男人，敢站出来揭露内幕，这算不算是在质疑裁判呢？担心。话说樱花月神不是自爆了吗？真的逃跑了吗？要是你能看见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当召唤师了。苏明，你真看到了吗？如果是看花了眼，没有真凭实据的话，很可能受到处罚的将会是你啊！请问华夏的召唤师，你可有确凿证据？没有。没证据，你在狗叫什么？想污蔑我国的神，还好裁判英明，才没让你得逞。没有，但是我亲眼所见。那你看到了什么？周莹，高天元掌控者，天照大御神。他一个华夏国召唤师，竟能看到我国的神，那可是天照大御神啊，是我们神话体系的起源，世上最伟大的神明。就算天照大御神出手救了月神大人又怎样？那也是凭本事救的。亲眼所见不算证据。按照神话擂台的规则，最终活下来的一方将获得胜利。这一次，双方神明都战死擂台，平局双方都将获得一枚钥匙。李白狂妄自大，无法无天，冒犯秩序是为大不敬，应当被剥夺一切。华夏国召唤师，你可有什么异议？没有异议。没有异议，这怎么对得起剑仙的牺牲？卖国贼就这么看着西方获胜，什么都不做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很赞同谁活到最后谁就获胜的说法。所以剑仙若是没死，并且活着站在擂台上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赢下了这场战斗？什么？中国召唤师到底在说什么胡话？接受不了这个结局，吃傻了。被炸的连渣都不剩了，估计连神魂都被炸得灰飞烟灭，复活下辈子吧。给我10分钟，我想申请进入擂台。天门已开，现在擂台已经无法进去，你确定要如此？我确定。神话擂台只限制神明，如果你有本事进出的话，本裁判不会对你进行阻拦。多谢。10米宽，召唤师要怎么过去？什么？他是怎么过去的？一定是受到了神的恩赐。还记得秦始皇传他龙气吗？我当时以为只是个没用的仪式，没想到真的能让人脱胎换骨。炼气术啊，这是要封神的节奏吗？现代唯一神，这下要牛逼坏了。失败？难道剑仙真的灰飞烟灭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？通灵是所有召唤师都会的技能，连秩序都宣判他的死亡，那怎么还可能回应你呢？不可能，剑仙一定还在。我猜的没错，剑仙生死道消，但残留在世间的青莲剑意象征着生生不息。你还有3分钟时间，3分钟后天门关闭，本场战斗也将以西方神获胜落幕。用青莲重铸的肉身，没有意识，这跟傀儡没什么区别。与其将他复活成没有感情的傀儡，倒不如死去。裁判大人，苏明惶恐，想请裁判搭把手。
送我到神话世界一趟。疯了吧？以凡人之躯进入神国，估计刚一踏进天门，就受到神国天地反噬，直接化成一股灰烟了。肉身跨过天门，会有天谴审判。幸运的话，也只有1/1000的概率回来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想试一试。秩序并非无情，本场战斗的结果为你保留10分钟。如果10分钟内回不来，很遗憾，将判东瀛国获胜。至于你，也将永久留在神话世界中。自生自灭，天雷会按照应劫之人的潜质调整强度，共计7749道神雷。历代渡劫之人所渡神雷，大多没有超过个位数，20道更是凤毛麟角，竟然是8亿天雷。这可是为了洗去前世今生的罪恶，以纯粹之身成神才能引来的天雷。这么说，苏明岂不是有成神的潜力？苏明简直是上天赐给我华夏的天选之人啊！漫天神佛庇佑，这要怎么说？不好说，还是看他能不能熬过这次雷劫吧。苏明，他真被天雷劈死了！哈哈哈哈！天选之人是个笑话还差不多，这就死了。裁判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对面召唤师已经被雷劈死，可以宣布结果了。本裁判说了，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为他保留10分钟，你们没听明白吗？身体明显比先前结实，我这是经受过天雷进化了，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。算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得赶紧去找剑仙。有刺客！那是女帝点名要见的人，放他过去吧。这就是只身入皇宫的感觉吗？好草率！何人胆敢擅闯皇宫？狄爱卿，放他进来。是她，没错了。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全天下权势最滔天的女人，和剑仙记忆中的背影对上了。你是为了李太白而来，对吗？在下苏明，拜见女帝陛下。时间紧迫，苏某长话短说，剑仙被苏某召唤到异界，因斩神而牺牲。不必再说了，朕都知道，你来这里是想找李太白毕生心血之物复活他，对吗？剑仙心中所想，难道便是酒，或者眼前这位女帝？不是酒，也不是朕。真正能让青莲居士挚爱一生的东西是诗，定是此物。他离开之时，将它扔到我长生殿上，却没留下半句话。是，一定是此没错。可是我要怎么回到擂台上？这个缔造奇迹的男人，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比赛，神话擂台上只需要一人，青莲剑仙李太白。神话擂台第22场，华夏国获胜，恭喜剑仙李白，为华夏国赢得一枚钥匙碎片。目前比分17比4，离最后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。为了赴你这约，差点把命搭在了这。剑仙大义，苏明以及亿万华夏人永记心底。这些虚的就算了，你小子做得不错。本剑仙20岁那年便自诩人间第一等，天下无敌手，之后变成了真。你今年多大了？苏明惭愧，正好20。20了，说不定你将是第2个人间第一等。苏明，混沌青莲，我陪不了你了，但有一点机缘造化倒是很适合你。这是……嘘，怀璧其罪。等我走后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华夏这是在造神，据说神话入侵后，天选之人可以继承神旗。这个苏明不用继承了，到时候自己就是神。不能再放任这个苏明这么成长下去了。可是我们之前派去的人，至今都杳无音讯。威逼不行，那就利诱。总之，必须要苏明站到我们西方的阵营中。不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这就走了。前辈，酒带上。我的身体里这是修为，500年的修为。据说凡人修仙获得1000年修为便成仙，我这500年修为岂不是成了半仙？2场比赛结束，现在进入休整时间。下一次擂台赛开赛日期仍未为2天后，由华夏国对战希拉国，请双方做好准备。谁？苏明先生，冒昧打扰。我代表一些关心人类共同未来的朋友，希望能与您短暂交谈。苏明先生，能否进去谈几句关于您的未来？苏明先生，您展现了惊人的天赋，但您也看到了，华夏的神系并不完整，您每一次召唤都是在冒险。你想说什么？
只要您退出华夏阵营，以中立或我方顾问的身份存在，我们将给您一个更光明、更有保障的未来。我的力量源于这片土地的血脉，源于那些为我华夏而战的先祖英灵。我不会背叛自己的灵魂，请回吧。下次再以这种方式见面，我不会这么客气了。很遗憾，苏先生，您拒绝了通往神座的阶梯。希望您在接下来的擂台上还能保持这份天真的坚定。通往神座的阶梯简直是笑话，只会是毁灭。波塞冬在前世第7个降临的西方主神，已经变毁了大半城市。这一世我不会再逃，西方神明欠下的血债，必须用他们的神血和神格来偿还。哈哈哈哈！虫国这是要崛起了不成？这都连胜4场了。本来马上就能结束的战斗，硬是给华夏多挣扎了4场。他们该不会是想连赢20场直接封神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本场比赛由华夏国对战希拉国，请双方召唤师决定神谱。上一场是我方神明先出，所以这一场我有权让对面先来，对吗？请希拉国召唤师做好准备，即将开始刷新神谱。主神大人，请聆听子民的呼唤。主啊，觉醒吧！为洗刷上一场的耻辱而降生。山里女神虚人克斯，激励女神塔利亚，彩虹女神伊里斯，为什么连一个能打的神都没有？不行，我不相信！战神阿瑞斯，12女神之一，这还用想吗？你肯定要选。胜利女神雅典娜，雅典娜一生之中无一败绩，还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继承宙斯众神之神位置的神明，这不是赢定了？和代表暴力的战神阿瑞斯相比，我更愿意选择守护之神雅典娜。希腊神话12主神，除了神王之外，最强的不是阿瑞斯，而是雅典娜。这场战怕是不好打。现在，请华夏国召唤神谱。小孩能有什么战斗力啊？估计也是自封的王，该不会这把这么倒霉吧？我靠，这个封号牛！还没听过天尊级别的神，一般神可不敢取这种称号。9天道魔天尊，又称真武大帝，是神界最强战神，镇守整个天界，是一切妖魔克星，公认的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战神。哪怕一个名字，都透露着洪荒的气息。天哪，这是一位无头战神！无头啊！战斗力是不是削弱了大半？不管怎么说，也只是个战败者。原以为我们有男女双战神已经够多了，没想到虫国那边居然有3个，这么乱，估计没一个能打的。我选择战神刑天出战，纯净的人狐救神，聆听子民的呼唤，苏醒吧！是谁惊扰了本座？刑天大神，小人斗胆，恳请大神为华夏而战。华夏为何物？在刑天的那个年代，华夏的概念还没有诞生。若说是炎黄子孙，更是刑天的仇敌。这次从请神上就要失败。刑天大神，自您沉眠之后，九州大地蔓延生息，到晚辈这一代，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。但是人类无法战胜神明。你说人类无法战胜神，那你又可知我是被谁所斩？人类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弱者。看在你是第一个唤醒本族的人，说吧，有什么愿望？本座也许能够满足你，但是你说的斩神，我做不到。前辈，莫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磨磨唧唧，虫国请神是真麻烦，该不会是怕了不敢来吧？笑死个人！所谓的礼仪之邦，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不是说是个无头神吗？我怀疑是下来的时候迷路了，他们的召唤师在给他带路呢。本座离不开这长阳山，自然没办法满足你的愿望。原来如此，刑天的头被埋在长阳山，所以他就只能一直在这里沉睡，没有办法去到别的地方。裁判大人，我可能又要……很抱歉，苏先生，已经为你破例一次，让你进入神话世界，不会再有第2次。华夏国召唤师，你以为神话擂台是你家开的？想进就进！你们的神是不是怕了，不肯下来？裁判大人，他屡次破坏规则，我提议
要是5分钟之内他们的神还没入场，就判定华夏全败。好，没问题。5分钟之内，我要是请不来刑天大神，华夏国甘愿被判弃权。疯了吧？凭什么替我们做主？你知道弃权的后果吗？我不同意，趁现在还有机会换神，赶紧换吧！远古大神了不起，子民的性命都不顾，这种神不停也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同意。你们华夏明明可以求稳，偏偏要作死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既然双方同意，那么你这次只有5分钟时间。5分钟后，不管神明是否降临，你都会被直接传唤回来。长阳山是人类迁徙后留下的荒芜之地，除了漫步边界的岩层，再无其他东西。原来这个时期的人类如此之小，还是算了吧。我的头不是你能拿出来的东西，不要靠得太近，免得被轩辕剑气所伤。莫说是石头，就是太过仙境，也扛不住这轩辕剑气。刑天前辈，我抬不动您的头颅，但我若是能将上面的封印破除，您能否将头颅接回去？你太天真了，那轩辕石留下的封印，可比抬起我的头颅难上万倍。孩子，你这是何苦？轩辕剑，轩辕石，10000年前的大战还未结束，速来受死！刑天大神，是我。不可能！你怎么能破解轩辕剑阵？除非是姬轩辕本人，这世上没有谁能够。难不成你是姬轩辕的转世？不对，姬轩辕作为3皇5帝中的5帝之首，早已是不老不死之身，又何来转世之说？你到底是何人？神剑认主，何况是神剑轩辕？一旦强行收服，轩辕将会自会化作粉尘。这小子果然不一般。刑天大神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此件事情往后再跟您解释。也罢也罢，天命如此，那本座就随你走一走吧。出来，走吧。再不走，估计就走不了了。都别提，等本座报了。回来再战这片天地。哈哈哈哈！马上就到5分钟了，中国的召唤师还没回来，果然是他们的神怕了。中国从人到神都是这样的懦弱无能。陛下的神迟迟不出现，就我先来换神。一名敬仰的伟大女神，请让您的圣光照耀这片大地吧。我不希望战争，多想能够化解东西方的恩怨。可事已至此，不战而胜，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召唤师，你快回来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可真的要输了。谁说这场比赛你会不战而胜？回来了！召唤师带着刑天大神回来了。刑天大神出场方式这么炸裂的吗？你便是那西方毛神。东方神明，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了非常浓烈的战意。你我都是战神，但战争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战而战。没有人能够定义战争，因为从你拿起武器应战那一刻，你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战斗是一切战争的源头。你既然信仰战争，那我就只有将你斩杀于圣枪之下。没想到2大东西方战神竟是为了所谓的理念而战。希望你能扛住这一击，它叫干旗之舞。破坏者，守护者，光明不灭，唯我永恒。来了，最后决胜的一招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被捧上天的不败战神雅典娜被一击击毙了。在我刑天面前，只有战死的对手，没有逃跑的敌人，所以战死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不强的压力，该死！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急，本座会给你足够的时间释放最极限的力量，
才不辱没你西方战神之名。一定是幻觉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女神怎会落入下风？无力回天了。这场战斗本就是不公平的。公平？现在才来讲公平？前面实际上怎么不说？现在轮到你们这就说不公平，真是有够恶心的。的确如此，这场战斗至始至终都是不公平的。你能做到这一步，值得本座重视。本座不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以后从缔结契约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做好为信念而死的准备。雅典娜女神庇佑亿万子民，建立无数功绩，不应该是这种结局。那我华夏帝仙诸多以功德正道的小神，哪个不是受尽百姓爱戴，就活该去死吗？从来都不是神话擂台的免死金牌。没有意外的话，这场擂台赛应该就结束了。不，出意外了。卑贱的东方神，野狗吃饱了都知道畏惧虎豹。你当我西方无神了吗？好强的压迫感，就算只是站在一边，都有种要窒息的感觉。除了那位连名字都是禁忌的神明，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如此。什么众神之神宙斯？乱了，一切都乱了！裁判大人，他们的神破坏规则，请求将他驱逐。这是1对1的战斗，任何神都不可以场外插手。华夏国的召唤师，您稍等，希拉国并未破坏规则，这是一种转生之术，二者之间可以无视时间空间限制，替身到素体身上，是规则允许的术法。现在的雅典娜已被替身成了宙斯，我却无能为力。真的是宙斯大神，跟圣堂里供奉的一模一样。你是宙斯的本尊，还是化身？化身只有本尊1/10的实力，希望这是化身。如果是本尊的话，怕是没人能拦住这位缔造希拉神系的宇宙主宰。多少年了，除了轩辕神和灭女神，我今天还找不到第3个能燃起斗志的人。今天终于是遇到了。东方臭臭杀死了哈迪斯，还想对我的孩子下手，这笔账是该算了。到此为止了。宙斯大人略微出手，就已达到了东方神的巅峰。小瞧你了，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你就是东方世界的创世神吧？很好，这样的身份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。创世神，我还不配。听好了，我华夏创世之神只有一个，他名盘古。我盘古神主一出，怕是就没有东西方神器分界了。盘古，我华夏也有创世神。哈哈哈哈！东方也有创世神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就是我西方的创世神创造了东方世界，所以我们也何该统一世界？但是何须盘古大神出手？我刑天便可斩你！大胆！你敢对创世神不敬？创世之神亦可灭世，这威压真的是宙斯本尊，不是分身。哼，笑话！管好你的西方界，你的手还伸不到东方的神身上。宙斯为何一直不曾挪动？难道是雅典娜的身体其实承载不住宙斯的威压？没想到区区人类也有能看穿本尊的人。不过你不会以为本尊到此就要失败了吧？难道？哈哈哈哈哈！本尊这就将本体化来，到时候谁还能拦住本尊？若宙斯真神降临，那这一战将被升格。那是什么？天门吗？天门怎么在宙斯手上？难道创世神已经强到可以无视秩序了吗？没错，就这样，相信自己的选择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快做好准备，恭迎宙斯大神！3、2，你还不错，能死在本尊的手上，也是你的荣幸。1，不好，这世界上竟有力量能让我感到恐惧。宙斯，你蔑视法则，现将你遣返回去，不要做出无谓的抵抗。西方卯神记好了，你也只配跟本座玩玩。迄今为止最强碰撞，没有之一。华夏盘古刑天，等东西方界门打开，
我宙斯一定要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一定！很遗憾，你的命运仍然无法改变。女神她怎么了？好像不太对劲。宙斯虽然走了，但是强行带走了雅典娜的神元，或许再过100年，雅典娜便又能现世。这是要自毁神格，这位胜利女神倒是死得洒脱。永别了，守护我的，以及我守护的一切。胜利属于我们，我们又赢了。神话擂台第22场，华夏方获胜，获得1枚钥匙碎片。哈哈哈，赢了，那本座也该走了。刑天大神，您真的还要回到那被镇压的长阳山吗？不，生而立命，誓死追随祖屋蚩尤。尽管那个时代离我远去，但我所守护的将亘古不变。这套铠甲，本座花了7万年打造，你穿着吧，能保你遇到意外肉身不死。如果前世能有这铠甲，怕是波塞冬也没法奈何我吧。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神话擂台的节奏快，没有休息时间，下一场比赛怕是马上就要开始。华夏现在的情况1分都不能输，我必须竭尽全力。下一场比赛由天竺国对战华夏国，请天竺国召唤师登场。连输5把，他为什么看上去还是胜券在握？哈哈哈！华夏国召唤师，你先选吧。这一场我决定使用3神卡。这个时候用3神卡，这是要把华夏往死里逼啊！只有赢下10连胜的一方，就会获得一张3神卡。神话擂台的规则是1v1，但有一种情况除外，就是使用3神卡。顾名思义，使用3神卡的一方可以同时召唤3位神明下场，进行3v1。3神赢，直接赢3场；3神败，则连输3场。也就是说，一场战斗决定3场的胜负。天竺也太鸡贼了，想用一场战斗直接终结我们，不讲武德。华夏已经败了17场，这场要是输了，直接就会宣败，华夏也就完了。10连胜，3神卡，他们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底牌，难道是天要亡我华夏？这还能赢吗？想要再赢一次，除非真的有奇迹发生吧。哈哈哈！上啊！今天就是他们华夏的覆灭之日。上场的可是我们最强的召唤师，有把握能请来天竺最强一批的神明。你们华夏拿什么赢？先前的奇迹都是华夏前辈拿命拼来的，那么这次的奇迹就由我亲自缔造，华夏必胜。裁判大人，既然他们用了3神卡，那这次的先选权也应该交由天竺方。请天竺方召唤师放置神谱，开始觉醒神明。行啊，反正谁先觉醒都一样，3打1那不是随便打。迦楼罗是迦楼罗，传说中的仅次于史诗神的强大神鸟，万兽之神，这把稳了。金陀罗地水天，3相神之下第1人，还有阿修罗王罗闪，全部都是神王级的人物。这还没完呢，第4位神明迦叶佛，这可是堪比你们菩提老祖的存在。还有第5位3小神之一，提升称霸天竺神界的至高神。3打1，竟然还有至高神，看不到希望啊！马德，别丧气行吗？那梵天不也是3相神，还不是被猴哥给灭了？又来了！这种精神胜利法，我以为只会出现在你们的小说里，没想到你们全都会啊！华夏国召唤师，该你了。先圣真君，你这也太执着了吧！可惜这把是真的不适合你。如果能请到玉皇大帝，这把未必不可战胜。什么鬼呀！卡壳了，都3分钟了，
最后一个神还没刷出来。不会是神谱上的神都被吓傻了，不敢下来吧？哈哈哈哈！满天神佛都没有回应，显然不可能。那就只剩一个情况，这个名额被霸占了，但未做正式回应，其他神明还不敢乱接。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牌面？漫天神佛都得给面子。竟然是三清之一灵宝天尊，弟子诚惶诚恐，叨扰天尊，还请天尊莫怪。本座此番下界，亦有私心，等此间事了，再赠你一道机缘。阿弥陀佛，二位该下来了，莫让东方有人等太久。天门已开，请双方神明登上擂台。佛陀，哈哈哈，你不是不杀生吗？这种血腥暴力的事情，还是交给我吧。小小魔物，无本名灵宝，可知为何改称通天？你也配质问本王？只因灵宝二字太善，不方便本座作恶。释迦牟尼曾言，东方神傲慢且自大，尤其是修为越高，越是无法无天。看来他说的不假。如来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！我不是在做梦，准至高的阿修罗王被通天教主一掌掀飞了。偷袭，他偷袭！罗侯大人是大意了才没有躲避。圣人之下皆蝼蚁，真能对通天教主造成伤害的神明还没动作。蛮夷流寇竟能杀死梵天，本神为众生主持公义。梵天乃三相神之一，他的公义也只有本神能够做主了。哎，不够还是不够。本座想炼化一条西方道，以你们三个的神格，怕是填不满。什么？炼化西方道？通天教主在说什么？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就好比炼化麒麟一样，将人永远封印。别是只会说大话，本王今天就取你性命！吠陀传说上记载，一旦被修罗领域覆盖，任何生灵都会被修罗之力禁锢，动弹不得，全身神力也会被消耗一空。教主为什么不躲啊？躲？对于通天教主来说，根本没必要躲。还以为你有大罗金仙之境，不曾想却不是，拿你祭道似乎还不够格。这两件法器能够探寻人的记忆，倒退时间。可惜通天教主最不惧怕的就是这种手段。诸位，天道不可泄露。既然想要强行探寻本座的记忆，可曾想过代价？合我二人之力，构建时间长河，回溯了他的青年样貌。按理说，实力也该倒退才对。音容笑貌不过是副皮囊。通天教主年轻的时候也足够强大，倒是多亏了二位，才让本座记起这副相貌。此阵名为诛仙。让我来！快，我坚持不了多久，快杀了他！这元神就先收了。什么？罗侯大人死了？没用的东西！创世神毗湿奴大人出手了！这是什么？是毗湿奴大人的恶念分身。那罗心哈，传说中拥有毁灭整个天界的能力。不能让他完成此阵，否则将是个大麻烦。释迦牟尼说你很强，倘若交手，他也只得讨得5分胜。那这剩下的5分，本座来补上。很好，尔等虽未及圣人，但也有几分准圣之威，拿来祭炼西方，倒不算寒碜。我没听错吧？西方至高竟只是准圣境界？一面之词，听听就好。我也可以说，对面是低级神啊。说谁不会说，只有打过才知道。大道乾坤，诸天一去，为我号令，诛仙阵起！哈哈哈！西方二至高还想着打断施法，没想到只要老祖愿意，一念便可成阵。很抱歉，我的子民们，借你们的愿力一用，
不然此战怕是要输。什么？毗湿奴大人要用我们的生命涅槃？这神话擂台的神明无法影响现实，但创世神其实可以。身体真的变得虚弱了。这么说，之前华夏国的始皇帝也是要这么献祭？呸！我们的老祖宗可不屑于汲取子民的生命。没想到天竺的创世神如此狠心，一旦创世神战死，他这些寿命将无法返还，天竺气运也将就此决断。天地万物皆为刍狗，那些人将你们奉为创世神，真是可悲。那是什么？星神？创世神与佛陀的合体，缔造了超至高神。东方神大势已去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天竺。老祖，通天老祖竟然也会太上老君的一气化三清。哈哈哈哈！太上师兄这一气化三清还挺好使。人间无大道，你二人既何道？会吧？他是哪来的自信？真当自己圣人无敌了不成？我已知神明最强，拿本座祭道，简直大逆不道！不可能，怎会有这样强大的生灵？我已经成就最强之身，不可能会败给你。大不了的，打不赢的，不行我们投降吧。一个圣人就足以掀翻神界。如果华夏不止这一个圣人，这一场无望了。下一场，往后每一场都不能再输了。从苏明出手开始，我们西方就没赢过。想要赢下接下来的比赛，必须先对付这个苏明。可是我们之前已经派出过人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怕是已经失败了。失败了就再来，动用我国所有军事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物理消灭苏明。只要他死，华夏的希望就会崩盘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会被他炼化成道。也不过如此。不可自毁法身，化作舍利。这一战便算你赢了，何必赶尽杀绝？不要，师婆救我！大天师婆，对，我们还有依靠，伟大的大天师婆。大天师婆，您的子民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，请您一定要拯救我们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老祖一打三已经够不公平了，现在还来一个至高神。这门后有一位强大的西方神，这是在威胁我。各退一步，放过毗湿奴，我可以一试。才有几分圣威，就敢大言不惭蔑视这个神，我杀定了。说什么蔑视？对，大天师婆是毁灭之神，她真的会蔑视。那比赛结果如何？当然应算平局。老祖，我能感觉到他说的是真的，就是说，如果通天老祖不放过毗湿奴，现实世界就要因此毁灭。可是平局的结果，华夏也断然没法接受。你敢？我们错了，求求放了我们吧！虽然我们不是华夏子民，但也是人类一份子，我们只想活着。这场比赛和我们无关，为什么一定要牵扯上我们？我们不想死！快劝劝你们的老祖！你们的创世神就在眼前，却要来祈求我们东方的神，简直可笑！西方只要再拿到一把钥匙，便能神化降世，前世的那份惨烈绝对不能重现。大天，气了吗？这一场是我们输了，一切因我而起，也要因我而终。这是我们的信仰之力，可是返还信仰之力，不是会元神尽毁，永世不得超生吗？毗湿奴大人，他不可饶恕！你们害死了毗湿奴，整个世界都给他陪葬吧！完了完了，毗湿奴大人已死，没人再能平息大天的怒火，他真的会灭世。没有请神一事，任何神明都不可降临此界，否则将会遭到秩序格杀。石破竟然能比肩秩序。如果再让他的实力更进一寸，也许真能破坏秩序。差点，就差一点，你们都给我死，都给毗湿奴陪葬！怎么办？没人能阻止他了吗？再这么下去，末世会提前降临。我的力量不足以阻止大天师婆，还需要其他更强大的力量一起。唉，终究还是没能祭炼出完整的西方道路。西方三神已被诛灭，胜局已定，何不开天门？放本座离去。神话擂台第23场，华夏神明获胜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输赢？没看到通天吓得都要跑路了吗？别指望了，躺平吧。其实大家一起死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太上师兄，别看了，师弟我正身下不来，需为我接引法则，稳住此界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天道循环，此界当立。
东方的圣人好像救了我们。他不是救我们，而是救他们华夏的人。因为一旦灭世，华夏也会跟着毁灭，这算不上什么恩德。同灭，你要求的为兄都做到了，莫忘了为兄所托。你小子机缘不错，老君从主动自能法宝，尤其是食品金丹，选着吧。老君选中的你，定是有所念。至于能炼化多少，就看你的造化。也罢，也是与你有缘，本座又怎能两手空空？这悟道茶便赠与你吧。食品金丹，再配上悟道茶，没准我真能得道成仙，之后亲自登上这擂台一战。可惜了，下来一趟终无所获。不对，3000大道，魔道也是道啊。如此正好，大道3000，只取一瓢，唯我通天圣。哈哈哈哈，走了。快，准备好了，恭送灵宝天尊。连跪8场，华夏到底还有多少这种神明？目前比分17比8，即将再次进入休赛期，请东西双方做好准备。说不准下一场他们就倒霉了，最好是全是床神、侧神、牛头马面，让他们没得选。哼，华夏绝对不会无神可召，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吧。只要我在一天，你们西方就绝对别想拿下1分。诸位，神话擂台关乎人类未来走向，但华夏方召唤师苏明的存在已严重破坏平衡，建议成立国际监管委员会，对苏明进行保护性隔离，并由各国专家共同研究其神性来源。擂台胜负我们认，但苏明确实超出了常规认知。为了全人类的安全，我们希望华夏能以大局为重。苏明是华夏公民，他的力量源于华夏血脉与文明传承，何来破坏平衡之说？哼，周先生，不要避重就轻。诸位所说的威胁，无非是华夏赢得了本不该赢的比赛，动摇了某些人自以为是的霸权，强词夺理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辩论的，这是联合声明，要求华夏将苏明移交至周立国监管，直至神话擂台结束。否则如何？华夏文明绵延5000载，我们热爱和平，但从不惧怕威胁。这份声明，华夏拒绝接受，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压力很大，不仅仅是西方，一些中小国家也在舆论上被裹挟。怕什么？他们就是看我们连胜，急了交出苏明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军事上我们有准备，但关键在于苏明本身的安全。龙战，苏明的安全交给你，在他进入下一场擂台前，绝不容有失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就算拼上我这条命，也绝不会让苏明少一根头发。时间不多了，西方不会给我慢慢成长的机会。这小子真的要成仙了不成？金丹已初步炼化，如今我的实力应该足以在现实中抗衡一些较弱的神明阵容，但擂台才是关键，每多赢一场，华夏就多一分希望。申请提前开启比赛，有趣。申请通过。鉴于召唤师主动要求，且符合擂台潜在规则，下一场比赛提前至1小时后进行。什么？提前？法克，他哪来的自信？好在我们先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能够干扰华夏的神谱，他们必输无疑。这一局由华夏召唤师先刷新神谱，请华夏召唤师做好准备。快看，第一位神是谁？千年蛇仙白素贞。上一世在第8场的时候，觉醒了青蛇仙，当时恰好对战英国，他们派出的是堕落天使路西法，那一战无比惨烈。纵使青蛇仙引爆千年道法，也只是扯掉路西法一只翅膀，却因此激怒了他，遭遇抽筋发皮。如果重生在第1场，或许我就能改写他们的宿命了。西方做下的孽，
当然也改由他们来偿还。对，刚才神府的流动太深，出现的至少是神王级别的神明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哈哈哈哈哈！千里眼怎么打架呀？盯着人看能把人盯死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他们的运气用光了，接下来到我们反扑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下连狗都来了，果然是时来运转了。西方动用了神明力量，强行更改了神谱结果。想要什么神都能召来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。真要是个能打的神明啊！显圣真君先前出现过几次，我都没选中。西方应该是误将其认为是个小神，幸好他们不识货。恭请清源妙道真君下界，为华夏斩神。小樱，快点请神，别耽误我家真君露脸。看看你们神谱上其他神，估计这个真君也就是名头响亮，不然之前怎么不让他来？沉睡了无数岁月的古神，请聆听我们的召唤，恳请我主降下怜悯，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吧！不对，没有直接召唤神谱，反倒是在念古老密咒，难道是在唤醒什么？上面的名字好像是奥丁大人一统神族之前的古神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选择了沉睡。我的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旧神复苏了！觉醒吧，第一位旧神，火焰巨人索尔特尔！那个姓杨的顶天了，也就猴子水平，不对，是猴子蜕变之前的水平，随便一个神王就能拿捏，何况是远古旧神。3万年了，竟敢叫我从黑暗中唤醒！我要用永恒之火烧毁整个世界！人呢？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该不会是……疯子，先清醒了，再来伺候本君。什么？那可是远古旧神啊！就这样被一个东方神将给甩飞了？不对，一定有通道连接这两个世界。真君小心！是奥丁派你来的，杀了你就能看见奥丁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也许你能助我先解决这个碍事的家伙，再跟你好好聊聊。亏显圣真君执意下界，是另有所图，而且与我有关。法天象地，就这么轻易召唤出来了？反观是这位古神，沉睡太久，远古神力没有完全觉醒，竟然节节败退。你太傲慢了，终将引导你走向灭亡。来自地狱的死亡之火，请尽情的绽放吧！乾坤一气，通天法眼开！好像又要赢了，有点梦幻。当时猴哥大闹天宫，真君都不见得开天眼。这天眼一开，爱谁谁，不愧是天平第一战神。救神荣光，真的就此远逝了吗？小子，你们想要的胜利，本君送你一场。本君只想知道，要如何才能留在此界？您想留在这里？显圣真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天庭不好吗？结束，天门开启，就算不想走，也得被强行送走。真君，留他一口气，否则您不会有太多时间。真君，我想问，您为何想留下来？不是我想救活一人，那方天地容不得他，唯有此界才能让他获得新生。那个人是沉香，沉香死在了劈山救母后。也许这便是天意。不存在的，在秩序放开之前，谁也不能入侵现实，除非能够战胜秩序。无论是东西方神明，都不可能过去现实世界。
您赢下本场比赛，就只能回天。他已被削去仙骨，剥离仙根，甚至连肉身也被毁去。这样的人也容不下吗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能答应他的请求，否则就是偏私，偏袒他们东方神。你们好意思说？天照、奥丁、湿婆，哪个没有僭越了规则？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还是那句话，神话擂台保持绝对公正。如果神明想要满足额外的需求，那就凭本事来拿。懂了。这是秩序锁链，真君您真的打算挑战秩序？还请三思。无妨，为了沉香，我愿付出一切。这天再反他一次又如何？竟然是玉皇大帝！将你当成他，倒也是一种成全。这是东西方神明的战斗，胜负未分，其他事情能不能不要搬到擂台上？所以说，这场比赛的胜负要怎么算？真君，如果您执意同秩序为战，占用西方神明的时间，您一旦战败，本场胜利将归属西方阵营。哦耶！裁判威武，这才能体现擂台的公平性。我双手赞成。真君，你不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将泱泱华夏的命运置之不顾啊！这局如果输了，就是满盘皆输。我做的一切没了意义。换我下界的小子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我相信真君，蓬莱一世想要拯救华夏，真君则是为了救人，为了意念而战，本就无畏无敌。决心又谈什么胜利？那就来战！天道苍苍，人道茫茫，天人不济，肃我正身。圣杯，仙气呈玄青之色，一旦染上金泽，便将超脱。没想到还是低估了真君的实力。灌江口杨戬携半截圣躯，请玉帝赐教。杨戬，以下犯上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？天条律法治得了那些阶下臣，但我杨戬今日却要治玉帝一个罔顾人伦之罪。沉香，为何我会是复活沉香的契机？难道既如此，便判你伏诛？杨戬，隐忍这么多年，又能如何？救不了生母，救不了亲妹，到凌霄宝殿的亲外甥你都救不了，你永远都是弱者。真君，还是输了吗？毕竟面对的是秩序，能做到现在，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事实证明，你之前的隐忍、臣服都是对的，在绝对神权面前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真香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你做的比舅舅强，还有反转，对不对？召唤师大人，快告诉我们，还有反转，一定还有。先生真君，我看到了生机。我的目的还没达成，当然不能放弃。什么？准备真火燃烧金丹，这是不要命的打法。沉香，若救不了你，舅舅便过去陪你。舅舅，是你吗？沉香，对不起，是沉香不孝，误了舅舅，害了舅舅。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。不过你放心，舅舅一定会救活你的。一直以来都是你守护我，这次也该换我来了。开山斧是件威名赫赫的先天至宝，开山神斧，此神兵未必就不能赢。古有盘古斧辟阴阳，我杨戬不济，只需开得一线天机便足矣，也好让世人看清。苍天有眼，只是未开。天哪，这是临场突破吧？该不会要立地成圣吧？再怎么挣扎，也终不过蝼蚁。诸天万法尽归我手，我若不借，你甚至连神力都凝聚不成。哼，是吗？
没败。那么险胜真君他，不得不说，挑战秩序，勇气可嘉。但是人定胜天这种鬼话，还是别傻了。多亏了东方神的傲慢，对秩序都没有敬畏之心，这就是惩罚。只是一击就开始跪舔秩序，有的人跪久了都忘了怎么站起来。杨戬与沉香加上开山斧，能做到的极限便是将秩序打回原形。秩序开出了一道缺口。虽然秩序变回原形，但是真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快看，那好像只是一道幻影，不是真身。结局显而易见，那盏灯应该是刘颖石，实际上早就死透了。这场比赛该是我们赢。真君只是稍微眯一下，很快就能醒来。还有你们的神还被镇压着。太极八卦图是真君的认主法器，现在法器法力消散，意味着主人已死。看见了没？苏尔特尔大人将亲自终结杨戬，堂堂正正的赢。宝莲灯一出，真君一定还活着。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？灯芯，宝莲灯在沉香反天失败后就已经破碎了，经重现人间，却是少了至关重要的灯芯。这是哪？母亲，真的是你！孩儿想你想得好苦。这是幻想也好，能以这种方式与你们见面，你应该很怨恨我。哥，婵儿从未怨过你，这些年你才是最苦的。杨晨，你的意识还在？舅舅。放下仇恨吧，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。这，哥，沉香化灯芯打通异界缝隙，答应我活下去。你没死，我是火焰始祖，远古之神，怎会有永万江口杨戬，再请此界为我外甥开路。现任真君没死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好热，跟火烤一样，这是要焚天不成？诚如当初的大圣一般，破镜了。比赛结束，神话擂台24场，华夏神明获得胜利，目前比分17比9。真香，再睡会。睡会儿就好了。他想降临现实世界，提前神话入侵。裁判大人，快阻止他！您不能弃权人类的性命不顾。真君，来助你。这是什么术法？为什么召唤师也能动用神明的威力？这分明是助纣为虐，神的力量无法被限制，就会滋生罪恶，到时候哭的一定是你们。行了，有劳了，我杨戬欠你一命。真君，您真的不打算来这里，只是为了救沉香罢了。实际上，你跟沉香真的很像。沉香已跟宝莲灯合而为一，你很聪明，不需要本君多言。苏明，定不负真君所托。好了，就算诸天外界打通，我东方天界依旧是最主要位面。我杨戬在天界等你。这世上只有2人能使用宝莲灯，如果可以用的话，就用了。替我照顾好沉香。只催动一点点法力，就有无数能量分支。竟然是一个能量放大器！东方神是破坏规则。现在东方召唤师既然能动用神力，不该停止擂台，先处理一下这件事吗？擂台已经开始，在进入休赛期前，方式。现在开始准备进入下一场比赛。该死，真君，您不会是回去大闹天宫了吧？不然神谱怎么会突然不受控？哈哈哈！东方天界大乱，他们的神哪还有心思下来打擂台？我们的机会来了！鉴于东方天界生变，给予一定时间，如果10分钟之后还不能正常召唤神明，很遗憾，东方将会被剥夺参赛资格。直接被剥夺参赛资格，那不就是输了？还剩1分钟了，召唤师再不请神，我们华夏不就不战而败了？这一场面对的还是东瀛，绝对不能输啊！只剩10秒时间，华夏确定还不进行换神。有神，我们华夏还有神？怎么可能？华夏不是天庭内斗，就连天门都受到影响吗？华夏绵延至今，神明众多，永远不会无神可召。来了来了，千呼万唤使出来，第一个神！不是第一个，而是一对。干将莫邪，华夏铸剑之神，他们的神话故事我听过，真的好能哭。铸剑的神话并未消失在历史中，这也代表了其实2人的实力并不强大。这次的运气不错，看来西方的干扰道具只能使用那一次。名字又被改了，刚刚出来的不是这个。
是先前秩序化成的玉帝。不过天庭不是乱了吗？玉帝还能下来？这看来不用犹豫了，我选择玉皇大帝下界。好，接下来由东瀛国觉醒神谱。苏桑，给你个小提示，这将会是神话擂台最强的一场，你们的老天爷也会因此感到绝望哟。连玉皇大帝都出来了，他还能这么自信？莫非东瀛也有强行换神的方法？召唤天照大御神？不对，玉帝根本没有和我互通神识。单方面的招神不被擂台认可，换不来真的玉帝，这场比赛华夏就会直接被判输。天神的恩赐，虽然现在是白天，我的灵魂却被圣光洗礼，请您降临拯救我们。在这2位面前，其他神明全都不敢现身。是赐福，父神母神对人间的赐福。我选择伊邪那岐。华夏国召唤师，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不如我等你，给你时间把你们的天帝请下来。在东瀛的神话体系中，神系之初，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才是最神圣尊贵的生灵，难怪他如此自信。我确实需要点时间，不过马上便可回来。道友，请留步。我乃中坛元帅太子爷哪吒，领你去见玉帝。风火轮、火尖枪、混天绫、哪吒。那什么神话擂台，就俺没去。听说你可以调遣神明，你看我哪吒如何？小人惶恐，是拜请，小的怎敢调遣各位尊神？不重要。想起来了，你来找玉帝，他躲着你呢。老君差我来给你指路。走吧，为稳妥起见，老夫来借了件法宝，幸踏实多了。您是玉帝？怎么不像吗？出门在外，低调点好。来了，玉帝来了！老天爷啊，您终于开眼了！求老天爷保佑，把房子的价格给打下来吧！还有我，求老天爷保佑，让我长高30厘米，可以吗？我们的父神啊，请接受子民最虔诚的膜拜。月夜剑，我的孩子，这里还残留着你的气息。樱花葬，传说中最神圣的转生之法，父神想要复活月夜剑，连招呼都不打，就当老夫的面创世，未免太无礼。你就这么急着送死？那本尊便满足你，正好借你让我的孩子重塑皓月之身。西方神，你越界了。这是言出法随，玉帝竟然能调动法则之力。刚才那一下是不是用力过猛？得收敛点才行，略胜就好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东方天帝什么也没做，不可能压制我们的父神，原来是借助了神器的力量。杨戬将宝莲灯交给你了，玉帝该不会想借宝莲灯吧？放心，宝莲灯送你了，好好善待沉香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老夫的侄外孙。多谢老天爷，小心！给我去死！超标了！这是什么大阵？连秩序都压不住！这是别天神阵，开天辟地的最初代神明留下的阵法。有些门道，但老夫的评价是不如万仙阵。啊！这些法宝并未认主，连1/10的威力都发挥不出，难道是自己没有本命法器？
你确定要尝一下老夫的本命法宝？只怕你用完后会更加绝望。很好，你不说倒是忘了，本座是怎么当上3界至尊之位了。这天之所以祥瑞，全仗此物封天印。众神听令，吾以依藏诺尊之名，敕令诸神再现别天津神威。天帝乃3界共主，昊天化身，却从未展现出无上至尊该有的恢宏霸气，倒是缺了什么？是啊，这片天确实缺了点什么，也许把你镇压了，才能找到答案。从你身上终于看到了斗志，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不对，这好像不是玉帝的实力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雷劫，玉帝在战斗中感化，要渡劫了。有你帮我一起扛，这天劫应当会好过许多。不可能！天照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一邪那岐竟然真的把高天元搬过来了。大天为铺，日月轮转，这才叫天。而你创造的天，只是一块天幕，也配称作皇天？唉，你总是在挑战我的底线。其实你错了，天底下最不可或缺的，并非日月，而是气。一气可生万物。形乃天威，诸神奉3清圣人为至高，诸天万物之始祖。若非先天圣人，还入不得朕的法眼。够了！可惜你救不了任何人，还将自己搭了进去。但朕可以。天地人3书，有此物，说不定真能将先前死亡的神明复活。得亏后土娘娘仁厚，才借来了一页人书，此乃天意。战死此方擂台的华夏神明，你可悉数记得。华夏连败17场，弃权4场，战死13神，13位尊神，一位也不敢忘。你小子干得不错。天哪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何况是神死？玉帝难道是想将战死擂台的华夏神明复活？这又是先前华夏神明的灵气，只要灵气归位，等重回天庭就能复活。违规，违规了！他用空间法宝将人带走，破坏了擂台规则。经检测，并未发现那些战死神明立即复活的迹象，不算违规。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他们的召唤师都说了，等天帝带这本书回到仙界就活了。只要不是在擂台上即刻复活，就不归我管。差点忘了，你若不死，天门不开，那就只好请你赴死了。我死后，东瀛便会失去太阳，恳请阁下高抬贵手，让我以自己的方式了断，保留太阳的火种。你东瀛子民有没有太阳？与我华夏何干？阁下，我虽然败了，但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高天元神系拥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，你确定要冒这个险？放手久了，世人都不记得何为天威。五爪金龙一直是我们华夏最祥瑞的兆头。金龙出，万物新，玉帝这是认真了。欺人太甚！再这么说，本座也是创世父神，就是拼着形神俱灭，也要拉你颠背。本源神火，这一燃烧神力会得到几倍攀升，但神火熄灭后，元神便也散了，还真是殊死一搏。不要再负隅顽抗，天道不可忤逆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逆天而为。这简直是降维打击！你能杀我一次，却阻止不了生命轮回的转动。他打算自爆，是高手自爆的话，所爆发的能量珠可毁天灭地，很怕是要被炸没。
能为伊邪那岐同时出手的女人，恐怕也只有众神之神天照和母神伊邪那美。他们这是想做什么？连本体都无法出现，怎敢在此叫嚣？原来如此。现在的情况同当时的宙斯一样，只能在天门外得天施法。神是7代新神系缔造者之一，樱花父神就此终结。没想到玉帝竟然真的强悍至此，仅怕是一直在藏拙吧。神话擂台25场，华夏神明获得胜利，目前比分17比10。果然，罢了，尘世因果不能沾染太深。等等，连赢10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得一张3神卡？但裁判没给。连胜10场，不包括使用3神卡的情况。虽然贵方得分是10，但胜场是8场。强大的父神都战死了，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听说你前面召唤的神明都留了东西给你，哈哈，想我玉皇大帝3界至尊，若不送点什么，怕是要惹3界嗤笑。玉帝所赐即为天赐，一定是贵重之物。什么情况？召唤师他被雷劈了。召唤师应该没事吧？万一被劈傻了，我们华夏怎么办？玉帝，我明明体质一般，却能承住天谴神雷。啊？什么？让你替天行罚，不愿意。朕传你的是刑罚之雷，是针对罪恶之人，罪孽越深，威力越大。这礼物太珍贵了，我怕是使用不好。不必妄自菲薄，朕很看好你。寡人即为天，这小小的门如何载得住寡人？依照惯例，2场比赛后进入休赛期。下次开赛将在48小时后，请各方召唤师做好准备。神力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你说，这是刑罚之雷，针对罪孽，难道它的威力会根据目标变化，而非单纯消耗我的力量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您别急，神话擂台是消耗战，顶级战力的数量并非无穷无尽，我们还有机会能赢。你的意思是车轮战，用我们相对次一等的主神，消耗他们可能存在的数量有限的圣人战力。通知所有盟国，立刻调整策略，胜利的曙光就在坚持和消耗之后。休赛期结束，神话擂台第26场即将开始。本场对阵双方，希拉国对阵华夏国，请双方召唤师就位。双方召唤师准备，换神开始。不对，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刚刚明明觉醒了。一闪而过的名字，分明是西方人祖亚当。亚当祖先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剔除，意味着出来了！我希拉觉醒的第一个神明，银河之神克利俄斯，第2代神，辈分甚至在宙斯之上。太阳之神许珀里翁，天体之神科俄斯，正义女神忒弥斯，全都是2代神。稍等一下，裁判大人。我申请保留最后一个名额，等华夏国觉醒神谱后再做选择。西方连输8场，败方选择权生效，有权对战术做出调整。华夏国召唤师，请您召神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出 bug 了？这几位神明压根儿就没听过，尤其是这名号取的，不敢恭维啊！
晚没去，听说你可以调遣神明，你看我哪吒如何？三坛海会大神啊，不愧是您专门在天上逆天改命、修改机制签定人选啊！希拉召唤师，神明已就绪，一起觉醒吧！好，果然是不出所料啊！亚当很强，但既然哪吒大神逆改天机，定是有所斟酌。恭请三坛海会大神哪吒降临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情况相当于选定了神明，但联系不上。召唤师，我被女娲娘娘困住了，快来救我！那是哪吒的声音，好稚嫩，真是个小孩啊！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们召唤个小孩，打不过不会哭唧唧吧？甚至都没法下来，还得召唤师去救，这能有什么实力？去吧。还没问过我们的意见啊！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继续违规了。在神话擂台上，本裁判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完了，你怎么直接进来了？这下好了，都出不去了。哪吒大神，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我该怎么做？这里是挖皇宫，都请到脚下了。看来这宫殿是不去也得去喽。挖皇像，万万是子孙苏明，拜见女娲上圣娘娘。这是恶师，不是真娘娘，你拜她作甚？小心她揍你。女娲斩三尸成圣，所谓恶师，即是一切邪欲执念的化身，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。孩子，你可知我为何召你前来？还请娘娘明示。听说你们凡间有个擂台，我想下去看看如今的人间。可惜小哪吒也想去，那便随他愿吧。哪吒肉身虽是养了万年的金肉，可惜离那肉身成圣还差了一丝。此去正好是个契机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这就去吧。等10分钟一过，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取消华夏国参赛资格。急什么？我们召唤师离开可是裁判同意的，不满意你们去和裁判说啊！这双手竟然已经强大到可以无视秩序、无视规则。三坛海会大神李哪吒来也！是亚当，人类生命的起源，他来了。你为何不穿衣服？俺3岁的时候就学人穿肚兜了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这叫拥抱自然，人本就是生来赤裸。东方的造人技术真是奇妙，你的骨骼竟然是莲藕做成的，可以给我看看你的心是什么做的吗？真是个怪人，休要胡言乱语！开枪！这场战斗应该会结束的很快，毕竟只是人神之战，亚当怎么说都是人。配合我，如果能解开你身上的秘密，这场胜利可以送给你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就你也配摸老子？天地无极，乾坤一瞬，给我收！你的弱点终于暴露，再次直面那段不堪的过往吧。这是幻境，不可能，已经过去了，这是幻觉。孽畜哪吒，你闹我东海，杀我爱子。今日你若不偿命，本王便集4海之水淹了陈塘关，让满城百姓为你替我而陪葬。这难道是弃骨还父？假的，已经经历过一次，一定是假的。西方毛神，你敢信我？给爷出来，滚出来！逆子，造下如此罪孽，满城百姓因你遭罪，休怪为父。今日便留不得你了。哪吒，别怕，娘在，有娘在。无论是谁，若敢动我假儿，我一时凉都不肯。再不动手，陈塘城内万千冤魂厉鬼将因你李家而生。逃不过，避不开，这就是我的命运。不行，哪吒大神，幻境中死去，现实也会死亡的。这次剔骨没成功，这是206块骨头外多出来的仙骨。亚当不善战斗，却能够制造出如同幻境的现实。想要脱离幻境，只有斩龙。妖龙不死，我哪吒罔顾师尊受业之恩。哪吒，你看看，因为你一个人死了多少人？你犯下的恶业，10辈子也偿还不过来。天道罔顾人伦，你便不是真天道。西方毛神，你暴露了。被你发现了，但那又如何？马上就要陨落于此，连天都压不住我，就是活着也配。看来你不死，那位为你重铸身体的神明是不会出来。既然如此，妖龙已死，哪吒无愧于天地。哪吒，此乃命数。你常说命不由天，可到头来终是逃不出去呀。神奇，太神奇了！这么简单，我竟想不到。既然东方能够如此造神，
我西方又有何不可？如果由他继续后面的步骤，哪吒的一切也会随之逆改，彻底沦为西方神。这么说，将那片莲池搬回来，量产复刻神明，攻占东方神界指日可待。这么继续下去，哪吒被同化为西方神，那这场战斗就算输了。哪吒，你本是灵珠子转世，连身限制了你，如今劫数已满，本座便还你火灵真身，还不快快醒来？真是可惜了，就差最后一步。藏在天上的朋友，既然你有能力插手擂台的事，何不下来坐坐？莫非是大地之母？女娲娘娘出手了？切，肯定是东方的神怂了，不敢下来。是你也敢对娲皇娘娘不敬？想取我性命？对不起，我无法满足你这个请求。我不能死，也无法离开那个地方。那就废话少说，来战！你身上藏着东方造人术的秘密，虽然你不肯下来，但是作为母亲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再次面对死。日月同生，千灵重圆，天地无量乾坤圈，急急如律令。圣经上说，亚当不会战斗，之所以能挑战上帝，是因为一项超天神技。绝对复刻，如意金箍棒。这不是猴哥的金箍棒，难道你能读取别人的神通？好啊，这可不正是那500年前尚未完成的一战吗？不知道大圣爷怎么样了？虽然这金箍棒是复制品，倒也算是爷亲回。若你真是猴哥，该多好啊！可惜你差远了。天上那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竟将你的实力抬升这么多？现在看来，亚当所复刻的力量只能发挥出50%，可是可以复刻的神通可不止大圣，万一是通天老祖？哼，乾坤落定，你终究差了猴哥108000里。原来那只猴子并不是擂台上出现过的最强者，通天教主，借你的力量一用。不好，老祖当时还藏拙了。劫救教主，3清之一，灵宝天尊圣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擂台要裂开了，连通天老祖的力量都敢借，这下好了。徒孙还等什么？趁他病要他命。真是的，把我哪吒当什么人了？前有娲皇，后有师叔祖，完全没给我发挥空间啊！谨遵师叔祖之命。怎么可能？那道虚影怎么可能比上帝还可怕？神难道真的无法战胜？错了，神也有强弱之分。如你所见，在你那诡异的能力下，我堂堂三坛海会大神也要略逊一筹。可惜那么多可以学的神通，亚当偏偏挑了个最好的，圣人。我不是神，却能永生不死。或许死亡才是解脱。是天，我们西方的天已显灵了，恳请上帝为我们带来一场胜利吧！我的宠儿，请忘记威慑，随我回天，我会让我的怒火遍及整个东方天界。莫要犯冲，速速回天。谢了，我在天庭的官虽然不大，但还是说得上话的。有事尽管找我。人又不是傻，阁下很强，好生养着，他日再战。天门已开，不允许其他神明介入。如果想登上擂台，大可通过召唤降临。我等着那一天到来。上帝，那就走了。别气馁，宙斯、湿婆、天照、奥丁，再加一个上帝，这5位还没有战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仙骨，哪吒大神将那块踢掉的仙骨送给我了。好生善待我的骨，你日后肉身成圣全靠他了。先是修为仙力，现在又有仙骨，没准我真的也能位列仙班。神话擂台第26场结束，华夏国获得本场胜利，比分17比11。下一场由天竺对战华夏，请天竺召唤师登台。据我所知，天竺阵营一共有5名候选召唤师，人性全都在20%以上，现在竟然没有1人起身。天竺那个召唤师缩魔是不是被打怕了，不敢出现啊？说不定是憋了个大招。是大召唤师缩魔，他真的回来了。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阴暗的气息？什么情况？那4个名字还没看清就无了，肯定是在见到这位后都吓得不敢出来了。魔王波旬，一切邪恶的代名词，更是第1代天魔，算是西方神话中公认的禁忌。索魔竟然将他放出来了，竟然将获胜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与神明对立的魔头身上。该你了，华夏国召唤师。缩魔的状态不对，
怕是已经成为魔王的宿体了。如果波旬战死，那梭魔也将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不是如来佛祖，竟然是苏明替华夏亿万子民叩谢普渡慈航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义。观音信仰最早不是出现在我们天竺吗？怎么成了你们东方的神？我相信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聆听了子民的祷告后，宁可自我消散，也不愿看到他的子民陷入苦难当中。观音菩萨只属于我们华夏。好像又出事儿了。观音菩萨久久不出现，难道又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抱歉，裁判，我听到了神灵的召唤，又得去一趟。唉，有人不想我下界。可是天竺正在集结佛院，阻止观音下界，这才有了这白虎。小施主，贫僧唤你来，便是窥见微末一角，有一变数，可逆改此劫，你可愿助我？为诚惶诚恐，愿倾我所能，为菩萨死去无忧。留在这里替贫僧出，贫僧不回，你便不回去。好，你不怕回不去吗？不怕。为何不怕？因为不怕，所以不怕，这是统命的依据。天竺召唤师梭魔在统命，我也是。如果观音战败，我不属于神话，却要终生困守在神话，那也就死了。此举十死无生，还请您下界，苏明不。好，谢谢你，替贫僧做了选择。第六魔天王，最虔诚的信徒梭魔，愿用生命为祭，请您苏醒。好美妙的气息，这个世界应该投入第六魔天王的怀抱，众心所欲，不用再被压制，可以尽情的释放。是观音菩萨，不是正法明如来，他带来了光明。只有观音菩萨，召唤师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好久不见，妙善师尊，我的老朋友，真没想到你化此身形，反倒是变弱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若你身处他化自在天，本座确实拿你不得。既然你出来了，那这世间恶语……哈哈哈！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，说的都是大话。善恶有报，因果轮回，才是世间正法。哈哈哈哈！以杀止恶，观世一，你内心的暴力终于还是藏不住了。当年继释迦牟尼之后，你本可成就第8世佛，可惜你的心还是被困守了。我不理解，波旬是魔，他怎会佛法？万佛归宗，你窃取了半身佛陀位，有如来半部业力，想要彻底除掉你，确实有些棘手。等这一刻，人性的弱点本就存在，我满足他们的私欲，不计我功德也就罢了，你却要杀我。观音，难道你便没有弱点吗？不好，观音以功德正果，万千化身皆为清净，魔王只是要动摇菩萨本心。倘若真的将世间恶念全被你吸了，且不说会不会殒命，恶念满身的观音，那还是观音吗？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观自在菩萨有万千化身，度尽凡间红尘，彻底被影响，很难摆脱。说起来，也是我对不起菩萨，事关紧要，不管了。尽办法，一力破之，大道3000，没有一半。观音终究只是一个人，世间亿万生灵，你又能吸多少？那个男人回来了。果然，你还活着。不过你回来也没用，华夏此战败局已定。这世上神佛无数，真正称得上大慈大悲者，只观世音大师一人。不怕？为何不怕？因为不怕，所以不怕。此举十死无生。还请您下界。苏明不悔。不悔，我不入地狱。谁入地狱，众生虚亡，苦海无边。我观世音愿做彼岸，引众生走出苦海。观音，你不要命了！为了这所谓的苍生，可以舍弃自身，强行祈取我的怨念。以功德正果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观音，
你成功了，释迦牟尼与你相比，犹如荧光皓月。可惜你选错了位置。或许已经没了，这场是不是我们赢了？你没有信吗？没看到观音菩萨的？抱歉，是我。不必多说，想来其实是你感化了贫僧，这便够了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能后悔，不能后退。我是为了华夏而战。不对，这是恭请正法，明如来佛莅临此界。召唤师这是在做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在给菩萨践行。我们也跟着一起喊：恭迎正法，明如来佛！恭迎正法，明如来佛！小施主，贫僧也算是没有辜负你的期望。吃人的白虎，终究还是被您净化了，化几度苍生，令人钦佩。这一场依旧是华夏胜利，目前比分17比12。真真假假，不亲身经历，又怎看得清？离去前，我有遗物想要赠你。这玉净杨柳枝本就是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圣物，赠与我太过贵重。收下便是。擂台即将进入休赛期，请各国参赛者做好准备。48小时后，擂台将重新开启。愚蠢，顽固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们的策略是消耗，可你们呢？非要上赶着把你们的强项派上去硬碰硬，结果呢？够了！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，我们严重低估了华夏神系的深度和苏明的成长速度。我们得取消原定的计划。你想做什么？现在，立刻，在现实世界对华夏发动全面压制性打击。是西方，这是要撕破脸打灭国战！启动最高防御预案，保护民众。苏明在哪里？擂台主，这把毫无底线的卑劣！玉帝之命，天行，僭越之罪。知道你们在看，我还要继续下去，我奉陪。他一个人只用自身的力量，这不是召唤师，根本就是一尊行走在人间的战神。对，那把戏我看够了。我华夏不惹事，但绝不怕事。但是我华夏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一切恩怨就在那擂台之上，堂堂正正的解决。